那么未来如果在这个托卡耶夫高明的这个政治手腕的调教下，那么这个国家是有可能崛起的。如果这个目标实现的话，那么未来整个欧亚的政治版图可能也有哈萨克斯坦的一席之地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方便面面，我是王一飞。大家都知道，中亚五国啊，在历史上与俄罗斯的关系那都不用说了。但是呢，最近啊，中亚有一个国家哈萨克斯坦，在对待俄罗斯的这个问题上，已经和过去呢有所不一样。比如说，对于乌东问题，托卡耶夫明确说我们不能承认。同时呢，又对俄罗斯政府高层呢有一些人呢说话呢，有了一些抵触的情绪，说我们不会屈服在俄罗斯的脚下。为什么哈萨克斯坦近来对俄罗斯的态度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呢？它有哪一些考虑呢？今天啊，就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请王一腾先生对哈萨克斯坦近来的一些政治立场的改变呢，进行一些分析。哈萨克斯坦那个前一段时间最有名的事儿还是1月份他那个政变的事儿嘛，然后呢，就是在俄罗斯以吉安组织的名义的出动下出兵，然后帮他镇压了这个叛变，然后那个老的这个总统那个叫纳扎尔巴耶夫，然后下台了，然后这新的这个托卡耶夫呢就上台了。可以说啊，托卡耶夫这个人在政治上可以说这个手腕是非常高明的，借力打力，指东打西，然后就是稳固了自己的地位。而最近的这个还搞了一个宪法改革嘛，政治体制改革，彻底的把纳扎尔巴耶夫的势力就给清除出去了。那在托卡耶夫稳定了自己的位置之后呢，现在呢他就突然跟俄罗斯说这样话，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忘恩负义啊！这几个月前刚帮你平息了叛乱，把你扶上台，你现在回头又开始就是说跟我玩这一套，这很多人那个确实是不满意。那俄罗斯国内就不用说了，那有些人就警告说，你哈萨克斯坦现在正在走乌克兰的老路，这个威胁的话就出来了。托卡耶夫呢也丝毫不示弱，就当着普京的面，那就是说，首先联合国宪章里面民族自决权跟国家主权之间是有矛盾的。如果我们认为民族自决权高于主权的话，那么全世界国家可能会有500多个。而且哈萨克斯坦国内的政治体制是比较特殊的，它是大小肉资的这个一个分配，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说各民族是平等的，他们有些人是比其他人更加平等。所以呢，就是在这种特殊的这种国内的这种民族关系和特殊的政治体制下呢，那么他就不能是承认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他后来呢还拉上那个中国，说那个这个问题跟什么台湾啊、什么那个科索沃啊是一样的。其实他这个话说的是有问题的，台湾并不是主权国家，也不是民族，那就纯粹是国内的一个内战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跟他并不一样。他这个举例子举错了，是不是这个托卡耶夫啊，在当今这个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当中啊，他要找到自己的地位？他是不是突然发现俄罗斯在这个俄乌冲突当中啊，并表现的没有那么强大，美国也没有那么强大？那么相反，在这种变化的国际格局当中啊，是自己国家提高国际地位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呢。他应该是有这个考虑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啊，其实中亚5个斯坦国啊，它其实因为从那个苏联时代解体过来之后呢，他们国内的政治其实都相对是比较腐败的。然后他这一次呢，第一是把纳扎尔巴耶夫从宪法里移出，再一个呢，改革之后呢，他看出了他是有一番雄心的，并不仅仅是说想抱大腿，他可能是想走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。因为哈萨克斯坦地处整个欧亚大陆的一个中心，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他能是自己那个利用各种资源崛起的话，其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力量。但是过去呢，他一直是掩盖在俄罗斯的光芒下面。但是现在呢，如果他现在有这个雄心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，并且现在在慢慢的实行的话，就让大家知道我并不是依附于俄罗斯的，我是有自己的想法，同时有自己的手腕，而且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准的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那么那个大家跟他交往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更加的关注他的利益，这样利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战略位置，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有人力资源，那么未来如果在这个托卡耶夫高明的这个政治手腕的调教下，那么这个国家是有可能崛起的。如果这个目标实现的话，那么未来整个欧亚的政治版图可能也有哈萨克斯坦的一席之地。
当然，我们乐观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走独立自主的道路，毕竟中哈之间的关系也还不错，至少中哈之间有一个油气通道，也是中国重要的一个能源供应国。同时，哈萨克斯坦也有管道的通向欧洲，是经过俄罗斯的。所以啊，哈萨克斯坦想在各大国之间呢保持一个平衡，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坏事情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方面面面。下一期我们再见。